今天我们来聊聊晚清一位让人惋惜的年轻皇帝同治皇帝。他6岁登基，曾经是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95之尊，却仅仅19岁便英年早逝。为什么堂堂一国皇帝会短命至此？史书上记载他死于天花，野史传闻则说是染上了梅毒，更有人调侃，看看同治皇帝的生活习惯，能活到19岁已经算高寿。到底同治过着怎样荒唐放纵的生活？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又暴露出哪些令人唏嘘的问题呢？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迷雾，一探究竟。清朝共有12位皇帝，在位时间短暂，年纪轻轻就驾崩的并不多见。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就是其中一个。他出生在咸丰6年10月，出生地是紫禁城内的储秀宫。作为咸丰帝唯一成活的儿子，他从一开始就是皇位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年仅6岁时，载淳便在父亲咸丰驾崩后继承皇位，是为同治帝。虽然6岁当皇帝在清朝并非头一遭，顺治帝6岁即位，康熙帝8岁登基，但年幼的同治并未能像那些祖先们一样创造辉煌的功绩，相反，他的历史定位相当暗淡。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那权倾朝野的母亲慈禧太后对他的严密掌控。同治继位之初，先帝咸丰在遗诏中指定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然而慈禧太后野心勃勃，怎肯让满洲重臣把持朝政？于是他联合了东宫慈安太后以及手握重兵的恭亲王奕欣，上演了一场宫廷政变，历史上称为辛酉政变。慈禧一举铲除了载垣、端华、肃顺3大权臣，剩下的辅政大臣不是被处死就是革职流放。政变成功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开始把持朝政，还将新的年号定为同治，寓意母子同治天下。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下，幼小的同治皇帝实际上沦为傀儡。他虽然贵为皇帝，却大权旁落，朝廷的实际决策都出自慈禧之手。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内乱，也有列强入侵的压力。慈禧倚仗恭亲王奕欣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重臣平定内乱，在他的主导下还推行了一些洋务自强措施，史称同治中兴。然而这些治国举措都是慈禧等人在操盘，年幼的同治只能旁观。他在紫禁城中犹如笼中鸟，被母亲护着也控制着，既没有实权也无法亲政。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一出生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帝，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会养成什么性格和习惯呢？答案恐怕正如俗语所说，众星捧月未必是好事。由于是唯一的儿子，同治自幼备受慈禧和咸丰的宠爱，几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年幼的他在宫中无人敢管，过着养尊处优又颇为散漫的生活。史料记载，小载淳年纪轻轻便迷上了蹴鞠和绝章等游戏，成天沉浸在玩乐之中。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绝章则是一种蹲坐拉弓射箭的骑射游戏。小皇帝每天不是踢球就是射弩，把大把时间耗在嬉戏上。宫里侍奉他的太监、乳母也对他百依百顺。对于这位掌上明珠般的皇子，无论是父亲咸丰还是生母慈禧，都宠溺有加。稍有不如意，就有人趋前哄劝，想要什么玩意儿，立刻就有人奉上。如此娇惯的成长环境，让载淳从小养成了任性玩乐的习惯，对读书习武这些正事反而不感兴趣。咸丰帝在位时，其实对这独子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担起重任。然而咸丰也好，慈禧也罢，出于爱子心切，他们并未对幼年的载淳严加管教。尤其是在咸丰帝驾崩后，慈禧忙于权力斗争和朝政，对儿子的教育更是疏于管理。他一方面享受着垂帘听政的权利，另一方面乐得见儿子成天沉迷嬉戏，不问政事，这样他才能放心牢牢抓住大权，不被儿子长大后夺走。可以说，小小年纪就当皇帝的同治，从童年起就失去了学习做一个合格帝王的机会。按照清朝祖制，皇帝即位后即使年幼，也要接受严格的帝王教育，同治也不例外。他的老师是当时的名臣礼部侍郎翁同龢，每天按课表
读书、写字，学习治国之道。这原本应该伪将来亲政打下基础，然而同治皇帝却毫无心思在学业上。翁同龢在日记中屡次摇头叹息，抱怨小皇帝上课心不在焉，功课进展极慢。16岁那年，翁同龢记录同治读甚散，敷衍而已，甚至感叹如此光景，奈何奈何。意思是说，同治对学问如此敷衍了事，进步缓慢，让老师深感无奈与绝望。同治对课业的敷衍也反映出他从小缺乏自制力和责任感，这些弱点为他日后沉迷声色埋下了隐患。到了青春期，同治皇帝在深宫中渐渐长大，开始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不满。一方面，他年纪渐长，理应逐步参与朝政，但母亲慈禧始终不肯放权，处处掣肘。另一方面，少年人的天性让他渴望自由和新鲜刺激，但紫禁城的生活过于封闭无聊。这种权力上的受挫与生活上的压抑，使得同治与母亲慈禧之间矛盾日益深，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母子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对立。按照清宫规矩，皇帝亲政前后要选立皇后，以稳定后宫。慈禧深谙权术，明白选谁当皇后不仅关系到皇帝的幸福，更关系到太后自己的权势地位，皇后必须对她绝对忠诚才行。于是慈禧刻意挑选了自己中意的人选，礼部侍郎凤秀之女。可是这位凤秀之女恰恰不是同治喜欢的，年轻的同治偏偏对另一名女子有好感，她就是出身蒙古贵族的阿鲁特氏。阿鲁特氏才貌出众，而且他的外祖父正是当年被慈禧处死的载元正亲王。耐人寻味的是，这门亲事是东宫慈安太后属意的。两宫太后在立后问题上明争暗斗，慈禧怎肯如愿？面对母亲的压力，同治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他既想娶心爱的阿鲁特氏，又不敢公开忤逆慈禧。最终，在同治18岁时，宫廷妥协确定了双重方案。同治正式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史称孝哲懿皇后，同时将慈禧所属意的富察氏凤秀之女封为惠妃。这看似两全其美，实则埋下更多后患。婚后，同治皇帝对自己选中的阿鲁特皇后格外疼爱，反而冷落了那位惠妃。慈禧见状心生不悦，多次斥责儿子不务正业。在他看来，儿子应该多亲近他挑选的惠妃，才符合他的心意。慈禧甚至警告同治，帝务得折至中宫，治防政务，意思是不许他总跑去皇后宫里，以免耽误政事。母亲干涉儿子夫妻生活至此地步，同治可谓苦不堪言。一边是挚爱的妻子难以相聚，一边是母亲的淫威不敢违抗。最终，他被迫搬出皇后居所，独自居住在乾清宫，与皇后阿鲁特氏实际上聚少离多。对阿鲁特皇后而言，再贤淑聪慧也无法讨慈禧的欢心，而对同治而言，新婚生活却像被生生拆散，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可想而知。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本就散漫的同治皇帝变得更加烦躁叛逆。他对母亲的不满和对宫廷生活的厌倦需要一个出口来宣泄，而偏偏就在此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闯入了他的生活，把他一步步引向深渊。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满清皇族中的堂兄弟载诚，恭亲王奕欣之子。载诚年龄与同治相仿，但身份不同。他作为皇室宗亲成员，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也能在京城里四处游荡。更糟糕的是，载诚还是京城远近闻名的花花公子，对烟花柳巷的齐整欢场了如指掌。这位纨绔子弟常常混迹于八大胡同等青楼妓馆，恣意享乐。当载诚获准入宫陪伴同治时，他不断给这位被困深宫的少年天子灌输外面世界的声色趣闻。载诚绘声绘色地描述京城灯红酒绿的夜生活，讲那些秦楼楚馆里如何交际如云，笑语宴乐，令听者心驰神往。同治皇帝听着堂兄的分享，仿佛透过一扇窗看到了从未亲历过的花花世界，内心的诱惑之火越烧越旺。虽然身居皇宫，但他开始魂牵梦绕宫外的繁华与自由，一心想亲自去探个究竟。除了载诚之外，宫中还出现了一名更加危险的角色，进士出身的王庆祺。
此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为人圆滑，善拍马屁，很快博得同治的喜爱。王庆祺与同治形影不离，不仅陪伴皇帝读一些荒唐无稽的小说皇书，还怂恿同治亲自微服出宫体验快活。在王庆祺的撺掇下，叛逆心起的同治皇帝终于付诸行动。他偷偷换上平民装束，带着几个心腹太监，由王庆祺在暗中安排路线，瞒着宫门侍卫溜出了紫禁城。想象一下，堂堂一位皇帝，夜幕降临后像顽皮学生逃课般翻出皇宫墙头，只为到城里寻欢作乐，这一幕实在令人瞠目。然而对于憋闷已久的载淳来说，第一次偷尝禁果般的自由，只觉得刺激无比。北京城的街市、戏园子、青楼在夜色中热闹非凡，同治皇帝仿佛脱笼之鸟扑向久违的天空。据野史记载，他与载诚、王庆祺等人一道，流连于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妓院区，夜游宿娼，声色犬马，玩得不亦乐乎。紫禁城外纸醉金迷的世界让同治大开眼界，没有母后的规矩训斥，没有师父的言辞教导，只有令人沉醉的美人、酒肉和娱乐。年轻的皇帝对此流连忘返，很快尝到了灯红酒绿的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了第一次的侥幸成功，同治皇帝尝到了偷欢的快感，也发现母亲根本不知情。慈禧每日忙于朝政和后宫，夜晚也许并不清楚儿子不在宫中，这更加助长了他的大胆和侥幸心理。此后，同治隔三差五就会在深夜乔装出宫，开始他寻花问柳的瘾头。嫖娼成瘾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并不为过，他几乎到了夜夜不归的地步。宫里的人起初对皇帝夜不归宿十分震惊，但由于贴身太监和侍从被买通，再加上谁也不敢轻易惊动太后，于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荒唐行径。于是年仅17、18岁的同治皇帝开始过上了双重生活，白天在宫中做徒有虚名的95之尊，晚上则混迹于昌楼侠妓作乐。可以说，他将青春年华完全耗费在享受淫乐上，对朝政国事则依然漠不关心。这种荒唐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仅败坏了皇帝的声誉，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古人云，色是刮骨钢刀，过度沉溺女色会掏空一个人的精气神。何况同治皇帝年纪轻轻便夜夜风流，身体哪里吃得消？夜生活的放纵导致他日渐形容憔悴，白天无精打采，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然而年少气盛的他根本没把这些当回事，宫中御医和太监偶尔劝谏，他也只当耳旁风。沉迷于温柔乡的同治皇帝就像飞蛾扑火般不知收敛，一头扎进声色的泥潭无法自拔。载诚和王庆祺这些损友更是如虎添翼，继续带着他在烟花柳巷里纸醉金迷。宫外的日子对同治而言是难得的快活时光，他甚至产生了错觉，也许皇帝不过如此，反倒是做一个普通富家公子可以尽享人间乐事。可以想见，他此时心中已全无振兴大清、勤政爱民的念头，帝王的责任被他远远抛在脑后。可是乐极生悲的古训永远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沉溺享乐之人。同治皇帝肆无忌惮的荒唐日子没过多久，就迎来了可怕的报应。在那些灯红酒绿的夜晚里，他最终不幸染上了恶疾。据一些野史记载和清宫译文，同治在夜夜侠妓的过程中感染了梅毒这种性病，古人称为花柳病。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场景，当时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别说普通百姓，连皇帝出巡青楼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接触染病的妓女，感染几乎难以避免。梅毒在清朝并不罕见，许多沉湎女色的男子都视其为虎狼之灾。然而作为95之尊，谁能想到年轻的皇帝竟会染上如此不耻的疾病？起初宫中太医们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某天同治皇帝开始出现身体异常，他感到下腹隐隐作痛，浑身乏力，皮肤上出现不明疹疮。由于害怕事情败露，他一度隐瞒病情，但拖延之下病势迅速加重。终于有一天，同治痛苦难当，不得不宣太医诊治。当太医们发现皇帝患上的竟是不祥的花柳病时，个个惊恐万分。在古代，
这种病既没有有效疗法，更关系皇室颜面，实在是肮脏又难以启齿。太医们不敢直言梅毒，只能婉转称皇帝偶感风寒，热毒侵体，并尽力开方抓药。可惜的是，药石无灵，无论是外敷的药膏，还是内服的汤药，对同治体内肆虐的病魔都毫无办法。同治皇帝的病情一日沉似一日，秘密却无法隐瞒了。慈禧太后终于察觉儿子大病缠身，惊怒交加的她下令太医们倾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好皇帝。可是梅毒哪里是那么容易治愈的？眼看着皇帝高烧不退，疮疮累累，太后也逐渐心生绝望。整个紫禁城弥漫在一股紧张恐惧的气氛中。堂堂大清皇帝年纪轻轻竟病入膏肓，这要是传出去，将是莫大的丑闻与不幸。于是在同治13年底，宫中对外发布消息称，皇帝不幸染上天花。要知道，天花在清朝皇族中虽然可怕，却并非不可理喻的事。康熙帝幼年就曾患天花险些丧命，痊愈后还被称为天选之子，所以以天花为名向天下公告皇帝的病情，远比承认皇帝染性病来得体面得多。朝野闻讯后都深感忧惧。天花是烈性传染病，古时10病9死，一旦皇帝感染，凶多吉少。许多人或许信以为真，却不知这只是一场掩盖真相的烟幕。然而也有人心中存疑，因为根据有限的信息，皇帝身上的病症并不典型。据传他身上尤其是下体溃烂恶臭，这更像是某种恶疾的症状，而非一般天花出痘。民间悄悄议论纷纷，暗指皇帝荒淫无度，恐怕得的是报应病。但这些话当然没有人敢公开声张。就在同治皇帝病重期间，宫内还发生了一桩离奇的事件，更加深了这场悲剧的色彩。传闻在皇帝病中，他那年仅20出头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日夜为丈夫担忧。阿鲁特皇后素来贤淑端庄，对同治可谓情深意重。在丈夫患病期间，她不顾自己怀孕之身，亲自在乾清宫守护汤药。可是慈禧太后对这个儿媳始终抱有偏见，甚至怪罪她没有服相，以致皇帝染病。到了同治13年12月初4这天，太医报告说皇帝身上的痘疮已经结痂，病情趋于稳定。按照传统，宫里还举行了送痘神的礼仪，表示皇帝即将痊愈。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听闻后大为宽慰，准备重赏太医。不料就在当夜子时，同治帝的病情突然恶化，御医被紧急召入乾清宫时，惊见皇上满身痘痂，悉数崩裂，脓血淋漓，气味熏人。刹那间，一切药石回天乏术，皇帝在痛苦中气绝身亡。原本好转的病情为何突变？坊间流传着一个惊人的说法。当晚皇后阿鲁特氏前来探视病中的皇帝，向他倾诉自己遭受慈禧苛责的委屈。同治一边安慰爱妻，你先忍耐，终有出头之日，一边勉强打起精神哄她安心。哪知慈禧太后早对这位儿媳严防死守，听闻皇后去了乾清宫，竟悄悄跟来偷听。当慈禧在门外听见皇帝那句安抚皇后的话时，顿时大为恼怒。她猛地撩开帐帘，冲进内殿，拽住皇后的头发，就将她拖出乾清宫大门，口中喝骂着让人准备杖责皇后。病榻上的同治见母亲突然闯入，对妻子大打出手，惊怒交集之下从床上滚落到地，当场昏厥过去。待太监慌忙将皇帝扶回床上时，发现他已经七窍流血，满身痘疮随着倒地冲击尽数破溃。慈禧这时才知道闯下大祸，匆忙停手。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经此巨变后，同治皇帝再也没能醒过来，在当夜撒手人寰。这段传闻出自清朝史官恽玉鼎所著的《崇陵传信录》，作者断言同治帝之死非天花非梅毒，实为母精致死。换言之，是慈禧太后那晚的狂怒和暴行直接吓死了她的亲生儿子。真相是否如此，或许难以证实，但这故事无疑让同治之死更添一层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色彩。一个年轻皇帝命丧母亲之手，实在令人叹息。光绪元年正月，同治皇帝的短暂人生画下了句点，虚岁仅19岁。
他在位13年，是清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更悲惨的是，他膝下无子。由于没有留下子嗣，清廷在慈禧主导下，只能从宗室中选立他的堂弟载湉为帝，即后来的光绪皇帝。就在同治驾崩后的短短2个月内，他的结发皇后阿鲁特氏也突然离世，年仅21岁。皇后之死同样众说纷纭，有一说是因过度悲伤绝食而亡，另一说暗指是被慈禧赐死，因为传闻她曾怀有龙嗣，慈禧为保地位，不允许她生下孩子。无论真相如何，这对年轻帝后几乎同时凋零，让后人唏嘘不已。短短2年夫妻缘分，竟落得天人永隔、生死两茫茫的下场。一代帝王，正值豆蔻年华的皇后，相继香消玉殒，清宫中弥漫着悲凉的气息。而在这背后，除了病魔的肆虐，还有着深刻的人为悲剧因素。回顾同治皇帝短促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出人间悲剧。他本有条件成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出身正统，手握重臣辅佐，国事在他亲政前夕也有所回升。然而，由于成长环境的扭曲和个人管教的缺失，他未能走上勤政爱民的正轨，反而沉迷于荒淫享乐，最终自毁前程。首先，母亲慈禧对他的宠溺与控制失当，儿时的不严加管束，导致他养成骄纵散漫的性格，及至成年又过度干涉，包括对他婚姻和权力的掌控，都让同治缺乏正常引导，心理变得扭曲叛逆。慈禧疏于真正的教育，却又剥夺了儿子的责任感，这使得同治既没有足够能力驾驭朝政，也缺乏道德约束去管理自己的人生。其次，同治皇帝自身意志薄弱，贪图享乐，也是他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少年人好奇贪玩本属人之常情，但身为帝王却不知节制，这就是致命的缺陷了。同治在没有监督约束的情况下，一味放纵欲望，形同脱缰野马，最终乐极生悲，跌入深渊。从同治的故事中，我们不难领悟一个道理：身居高位而不懂自律，享尽荣华却丧失敬畏，终将酿成大祸。同治皇帝原本拥有旁人无法企及的尊荣与机遇，但正因放纵无度，他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让大清皇室蒙上耻辱。在他短暂的19年生命里，作为皇帝没有建树，作为儿子更是让母亲痛心，作为丈夫也来不及给妻子幸福，留给世人的只是荒唐与惋惜。有人感叹，如果当初能有名师严父好好管教，同治或许不至于如此。也有人说，慈禧实在难辞其咎，既想掌权又不肯教子，最终害人害己。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沾染了如此恶劣生活习惯的人，活到19岁恐怕已算高寿。试想，一个10多岁的少年日夜沉湎酒色，既不爱惜身体，又欠缺约束，稍有不慎便可能横死街头。同治能撑到19岁才病亡，已是勉强延续了皇室福音。对比那些长寿有为的帝王，他的结局何其凄凉。这场悲剧带给我们的教训发人深省，无论身居何种环境，放纵与纵容都是危险的毒药。一个人的习惯与节制，往往决定了他能走多远，活多久。尤其是像帝王这样掌握极大资源的人，更需要自律和良师来约束，否则只会在欲望的泥淖中沉沦。总而言之，同治皇帝从万千宠爱的孩子堕落成声色蔷薇的狂徒，最终于19岁寿终正寝。这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下的悲剧结果。他是帝王，也是凡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心智与节制。他的命运让我们看到帝王家庭中的畸形教养，也看到人性在诱惑面前的脆弱。当历史的帷幕落下，我们只能扼腕长叹，同治皇帝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曾经在权力的夜空中闪耀瞬间，却很快陨落。留给后人的，除了宫墙内外那些传奇轶事，更多的是兴盛与衰亡的警示。富贵繁华易醉人，声色犬马毁终身。这是同治用生命写下的注脚，也是历史给后人的一记当头棒喝。